魏婴心中不由浮起淡淡的酸涩，如果阿爹没有回来，自己是不是永远都不会追究爹娘的死因？想着想着鼻尖又酸了，因为这真的有可能。双手不自觉地握成了拳头，紧紧地贴在身侧。魏婴死死地咬着下嘴唇，不让自己哭。明明是自己不孝，有何面目在阿爹面前哭惨？魏婴红着眼朝着魏长泽狠狠地磕了3个响头，木质的床板被磕得咚咚作响。魏婴动作极快，快到魏长泽来不及反应什么，魏婴已经完成了他的跪拜。蓝忘机不知所措地看着突然红了眼的魏婴，拘束地站到了一旁。未知全貌，如何言之？更何况这是魏婴的家事。想着白皙的指尖微微蜷起，垂下的眼眸闪过一丝无奈。魏长泽看着魏婴额头已经磕出一个小包，虽然心疼，但有些话还是要说得。阿英，我听闻江家嫡女为你挡剑而亡，你当如何？魏长泽看着微微垂头的魏婴，淡声说道。魏婴不由一滞，那道：我答应江姑娘不伤害江城了。魏婴很清楚，在自己被袭击的过程中要感谢2个人，一个是蓝湛，一个是江姑娘。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，人命终究只有一条。魏长泽想起当日回到清谈会的场景，心中不由对江氏姐弟厌恶又上了几分。系统给的书中，江厌离用他的死紧紧把阿英捆在江家的船上，让阿英到死都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。更别提阿英的死，江氏姐弟出力可不比金家少。江氏江厌离1碗莲藕汤，锁住阿英自由身；江婉银1句与百家为敌，堵住阿英所有退路。他2人肆无忌惮伤害阿英，逼死阿英，让自己如何不愿？不伤害江城，呵，阿英，云梦，你觉得谁当家主合适？魏长泽食指不断地磨蹭着茶杯的边缘，冰凉的瓷器刺激着温暖的皮肤。魏婴下意识歪了歪脑袋，不解地看着阿爹。虽有马上意识到阿爹询问的意图，魏婴说道：可从云梦一代附属家族中挑选民意较高的家族，这样解决了地形不熟的问题，百姓认可度也高。魏长泽听得魏婴的回答，并没有直接做出回应，反而转向蓝忘机，颔首道：蓝二公子，我这几日要出趟门，恐阿英无人照看，蓝二公子可否看顾一二？必不负前辈所托。蓝忘机回答道。魏长泽来到床边，宽厚的手掌轻轻地放在魏婴的头顶。阿英，这几日乖乖喝药，阿爹过几日便回来。阿爹要去哪？魏婴如乖宝宝一般坐好，大大的眼睛里闪烁着好奇与一丝害怕。魏婴掰着指头数过，自阿爹回来满打满算已有41天，加上自己昏睡5天，不过46天。自己真的很害怕阿爹突然消失不见，可这个不能让阿爹看出来，自己必须让阿爹看到自己的成长，让阿爹放心。我去找你师祖，可能需要一些时日。魏长泽余光扫过一旁的蓝忘机，后又摸了摸魏婴额头的小包，下次不可伤害自己。阿爹和你阿娘从未责怪过你，切勿胡思乱想。阿爹，你为什么突然要找师祖？阿爹何时动身呢？师祖真的找得到吗？魏婴疑惑地问道。抱山散人世人皆知，可也无人能寻得其踪迹。如果不是时不时就有抱山散人的弟子下山，怕世人早已将其视为已故亡者。魏长泽听着外面滴滴答答的雨水，眸中是看不见底的深沉。魏长泽遂说道：妖兽现身，已有多个家族遇险，此次希望抱山散人出世降服妖兽。妖兽？魏婴忽的一愣，下意识地看向伫立于一旁的蓝忘机。蓝忘机微微颔首，沉声道：生死状过后，妖兽现世，或有大劫。阿爹也没办法。在魏婴的注视下，魏长泽缓缓点了点头。在魏婴心中，魏长泽已然成了最厉害的存在，如果阿爹都解决不了，确实只能找不知在何处的师祖了。既然你已经醒了，那我明日就要动身了。魏长泽有一下没下的摸着魏婴的脑袋，顺便压了压头顶的呆毛。魏婴下意识地蹭了蹭阿爹的手掌，乖乖地哦了一声。许是多日沉睡，一时竟未察觉到魏长泽的措辞。外面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气温因着雨水又降了几度，让人在炎热的夏季感受到别样的凉爽。次日，魏长泽顶着众人的目光踏上了寻找抱山之旅。魏婴看着渐渐远去、消失在天际的阿爹，大大地伸了一个懒腰。
魏婴看着其他家主愁大苦参的表情，扛起随便就要回家。魏公子，秦姑娘让我转告你，伤势未愈，仍需治疗。边上的一位温家随从拦住就要走人的魏婴，俯身道。魏婴咧嘴笑了笑，毫不在意地挥了挥手，没关系，小伤，过几日自然就好了，请公子不要为难小人。魏婴看着执着的随从，不禁抚额长叹。魏婴整个人样样的转身朝不夜天方向走去，看到磨刀不，手中银针闪闪发亮的温情。魏婴一双大眼滴溜着转了一圈，不由计上心头，好看的桃花眼微微眯起，如同狡猾的小狐狸一般。温姑娘，魏某接下来就有劳你照顾了。魏婴稳稳当当地向着温情行了礼，